你的生活方式可能是你的杀手，你可能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不错，每天准时起床、吃饭、工作、睡觉，但是你是否考虑过，你的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，可能对你的健康和寿命造成巨大的影响？你听过晨起三不要、饭后三不急、睡前三不宜的养生原则吗？这些原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，经过时间的考验和科学的验证，对于维持身体健康和延年益寿有重要作用。那么，这些原则具体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要遵守它们？如果你想知道答案，请继续阅读吧。故事演绎：李大爷今年已经80岁了，他一直以来都很注意养生，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喝一杯温水，然后去公园散步半小时。他从不空腹洗头发或立即起身运动，因为他知道这会导致血压升高或血液供应不足。他也从不在睡前和别人争吵或看刺激的电视节目，因为他知道这会影响睡眠品质和心情。他每天都保持愉快和平静的心态。李大爷也很注意饮食习惯，他每天吃3餐，定时定量，不挑食，也不暴饮暴食。他喜欢吃清淡的食物，多吃蔬菜水果和粗粮豆类。他从不吃太油腻或太辣的食物，也不喝酒或咖啡。他每次吃完饭都会稍微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再去散步或做些家事。他从不保持急卧或急于运动，因为他知道这会增加肠胃负担和胃下垂的风险。李大爷还很注意睡眠习惯，他每天晚上10点准时上床睡觉，早上6点准时起床。他从不熬夜或睡懒觉，也不在睡前吃宵夜或喝水。他每天都保证有8小时的高品质睡眠。他从不在睡前玩手机或看电视，也不在床上思考工作或生活的问题。他每天都用一本好书或一首好歌来结束一天的生活。就这样，李大爷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。结果呢，他身体健康，精神饱满，没有任何慢性病或老年痴呆。他的皮肤光滑细腻，头发乌黑浓密，牙齿坚固洁白。他的记忆力和反应力都很好，没有任何迟钝或混乱的现象。他的心理状态也很好，没有任何忧郁或焦虑的情绪。他的家庭和睦，和妻子相亲相爱，和子女孙辈亲密无间。他的社会关系也很广泛，和邻居朋友相处融洽，和社区活动积极参与。他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和意义，他是所有人羡慕和敬佩的老人。你可能会说，李大爷这样的老人太少了，他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基因或秘诀呢？其实不然，李大爷没有什么特殊的基因或秘诀，他只是一直遵守了一个简单又有效的养生原则：晨起3不要，饭后3不急，睡前3不宜。这个原则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它能让李大爷这样长寿呢？下面我们就来科普一下吧。晨起3不要，饭后3不急，睡前3不宜。这个养生原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，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和科学的验证，对于保持身体健康和延年益寿有着重要的作用。它主要是针对人体在一天中不同时间段的生理特点和需求，提出了一些适合和不适合做的事情。具体来说，就是晨起3不要。早上起床后，人体处于从睡眠到苏醒的过渡状态，此时血压、心率、血糖等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动。如果此时做一些不适合的事情，就会给身体带来负担或者危险。所以早上起床后要避免以下3件事：不要空腹洗头发。空腹洗头发会导致头部血管收缩，影响大脑供血，引起头晕、头痛、恶心等症状。尤其是对于高血压、低血糖、贫血等患者来说，更容易发生危险。所以早上起床后最好先吃点东西再洗头发，不要马上起身运动。马上起身运动会导致血液分布不均，造成心脏负担加重，引起心慌、气喘、胸闷等症状。尤其是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，更容易发生危险。所以早上起床后最好先缓缓伸展一下四肢，再起身运动，不要急于刷牙漱口。急于刷牙漱口会导致口腔黏膜受损，影响口腔防御功能，引起口腔溃疡、牙龈出血等症状。尤其是对于口腔炎症患者来说，更容易加重病情。所以早上起床后最好先喝一杯温水，再刷牙漱口。
饭后三不急。饭后胃部充盈，需要血液运行到胃肠进行初步消化。此时不要做一些不适合的事情，就会给身体带来负担或者危险。所以饭后要避免以下3件事：不要饱食急卧。饱食急卧会导致胃部压迫，影响胃肠蠕动，引起消化不良、胃胀、胃痛等症状，尤其是对于胃溃疡、胃食管反流等患者来说，更容易加重病情。所以饭后最好先坐一会儿，再躺下休息，不要急于运动。急于运动会导致血液分流到肌肉，影响胃肠消化，引起腹泻、恶心、呕吐等症状，尤其是对于心脏病、高血压等患者来说，更容易发生危险。所以饭后最好先休息半个小时，再进行适度运动。不要喝冷饮或者吃冰淇淋。喝冷饮或者吃冰淇淋会导致胃肠收缩，影响消化液分泌，引起胃寒、腹痛、腹泻等症状，尤其是对于胃肠功能弱或者有慢性炎症的人来说，更容易损伤胃肠黏膜。所以饭后最好喝温水或者吃温和的食物。睡前三不宜。晚上睡觉前，人体处于从清醒到入睡的过渡状态，此时大脑和神经系统需要放松和平静，以便进入深度睡眠。如果此时做一些不适宜的事情，就会影响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。所以睡前要避免以下3件事：不要和别人争吵或者看刺激的电视节目。和别人争吵或者看刺激的电视节目会导致情绪激动，分泌过多的肾上腺素和皮质醇，影响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平衡，引起失眠、焦虑、抑郁等症状，尤其是对于神经衰弱、心理障碍等患者来说，更容易加重病情。所以睡前最好和别人和谐相处，或者看轻松有趣的电视节目，不要在睡前吃宵夜或者喝水。在睡前吃宵夜或者喝水会导致胃肠负担增加，影响消化和吸收，引起胃部不适、腹胀、打嗝等症状，尤其是对于肥胖、糖尿病等患者来说，更容易增加体重和血糖。所以睡前最好不要吃东西或者少量喝水。不要在睡前玩手机或者看电视。在睡前玩手机或者看电视会导致眼睛过度劳累，影响视力和眼部健康，引起眼干、眼红、视力下降等症状，尤其是对于近视、青光眼等患者来说，更容易加重眼部压力。另外，手机和电视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，影响睡眠节律和质量，引起失眠、疲劳、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。所以睡前最好远离手机和电视，用一本好书或者一首好歌来结束一天的生活。我们可以看出，晨起三不要，饭后三不急，睡前三不宜这个养生原则是非常有道理和实用的。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生理功能，预防和减少一些常见的疾病，提高我们的健康水平和寿命。当然，这个原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也要根据个人的体质和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变通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应该从生活的细节做起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和幸福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你呢？你是否也遵守了这个养生原则呢？如果没有，那么现在开始还不晚哦，快快行动吧！